大家好，现在马来西亚呢开始正式对中国公民实行免签政策了。我现在图片的话是马来西亚旅游局的这张图片啊，比较权威、比较官方的，我们今天解读一下啊。那细则看一下啊，首先第一个资讯里面的话，它包含了这有效期啊，免签的话不是说永久免签啊，暂时来说的话是一年啊，一年多1个月。简单的来说就是2024年年底啊，再简单的说就是2025年之前啊，暂时对中国公民护照持有者实行免签政策。那后续怎么样的话，其实要看这个政策实施之后啊，实施的好不好啊，看情况，也看他们定。第二条的话是材料啊，其实呢，免签的话不代表说你一定直接可以去啊，比如说你去济州岛啊，也是要这个往返机票，包括预订酒店啊，他会有时候会查啊，不是说100%查，就是跟海关一样，有些时候呢会查。那特别是机票啊，往返机票经常会被问起啊，你没有离境机票的话，有些时候他会卡你啊，或者说让你现场订啊。那所以说呢，往返机票呢一定要打印出来。住宿的话，他这边没有说明，一定要第一晚肯定是要的啊，第一晚。那如果说你玩个7天，后面住宿的话，其实说实话是可以变更的啊。那反正第一晚你肯定要给他的。随身携带现金的话，我觉得这个可以少量，不过呢，多带些信用卡啊，也可以证明自己的财力足够支持旅行。其他相关证明，这个的话是个人情况来定了。第三个啊，逗留时长啊，就1个月啊，30天啊。第4条，出入境检查啊，将在入境点进行出入境检查啊。这个的话，他这边写的很含糊啊。其实等一下我给大家看看图片啊。说白了就是说呢，一般来说有一些免签政策或者说电子签啊，它只能飞机离境啊。比如说中亚一些国家啊，只能飞机进去。马来西亚这个比较好啊，它是只要国际口岸啊，陆地飞机机场啊都可以啊免签政策。第5条，这个入境卡的话，暂时目前待通知啊，其实呢它是需要的啊，必须出发前提前3天前啊。他这边说的很蛮含糊啊，我刚才又查了很多资料，就是说3天之内啊也行啊。入境卡是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如果说去美国、去日本啊，其实都会在飞机上啊发张小卡片，这张卡片填写东西啊，填写你从哪里来啊，坐什么航班，回去什么航班，身上带什么多少现金。啊，带什么黄金饰品啊，有没有有价证券啊，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这种还是比较简单的啊。好，依然是马来西亚旅游局的图片啊，这个图片呢更详细了啊，它是今天发的啊。马来西亚免签 FAQ 就是常见问题的。第一个问题，来自第三国是不是还需要办理签证啊？前面几天我也上次也发了一条信息吧。传闻是第三国入境是不能免签证的啊，但是这边的话，他告诉你了啊，是可以通过第三国入境的。比如说你先去日本，然后再去马来西亚是可以的啊，没问题的。更正一下。第2条的话，沙巴10天旅游啊，中间要去文莱待2天，再次从文莱到沙巴入境，可以吗？需要间隔72小时吗？这个要注意一下啊，很多人的话去文莱的话待不上3天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要有个冷却期，就你中间。如果从第三国入境啊，建议72小时的冷却期。给大家解读一下啊，仅限于多次往返马来西亚。比如说我刚才说了，中国先去日本，然后再去马来西亚，这个是单次啊。那如果说中国先去马来西亚，再去泰国，再从泰国回到马来西亚啊，这个时候你需要在泰国待3天，或者说在新加坡啊，你出了马来西亚去新加坡，新加坡待3天之后啊，再回到马来西亚啊。注意啊，这个3天是72小时来算的啊，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你不可能72小时刚好72小时的嘛。说实话，这个72小时的话，肯定是72小时加，明白吧？这里还有一条啊，如果说返回护照原籍国，并没有冷却期，什么意思呢？中国到马来西亚去玩了，你再去新加坡，再回到中国，再去马来西亚，这个时候呢，你就直接可以去了啊，没有说第3天的，你当天从马来西亚飞到新加坡，再飞回中国也可以啊，再飞回马来西亚都可以啊。好，关于第3个啊，1年可以多次往返吗？1年之内是不限制入境次数的啊。但是我也看到另外一些渠道消息吧，如果说短期内频繁出入境呢，他会要求你办理多次往返签证啊。这个的话，你不可以随时滥用免签政策，因为说实话啊，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就是怕你有这种打工嫌疑啊，或者说你工作嫌疑啊，或者说其他这种非旅游目的啊，所以说他才是这样子的。就好像我们去香港一样啊，如果说你短期内频繁出入香港的话，他就怀疑你这个人是专门做代购或者专门做类似于这种水客啊这种事情的啊，所以说呢他不太喜欢。好，第4条的任何国际口岸啊都可以进入啊，所以说
陆地也可以啊，他这边明确说了啊，陆地及飞行任何方式啊。好，第5条要带多少金额进入啊？1天$100及相等价值的货币啊。我觉得一般来说，你带一些现金，但是呢，我觉得不需要带太多现金。第一个不安全啊，第二个的话，你可以告诉他你有信用卡对应的额度，那也是一个财力证明嘛。第6条啊，在吉隆坡转机时间不超过10个小时啊，是否需要酒店订单啊？因为本身的话，在吉隆坡转机的话是可以免签政策进入的啊。那这边的话，他这边说了是不需要酒店订单啊。如果说需要的话，其实你订一晚也没关系啊。他这边说的就是相关飞机订单证明，说你离开马来西亚机票，这个最重要的。好，第7条就是关于这个入境卡啊，入境卡是说实话是每个人都要填写的啊，电子版的入境卡啊。这边又说了啊，在旅游日期的3天内填写啊，或者说到达时候填写啊，明白吗？就是说这个的话，你扫二维码自己电子填写啊。至于这个入境卡怎么填的话，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边图片啊，这边名字、护照号码其实都很简单。好，这边的话它是抵达日期和出发日期啊。这个出发日期的话，就是相当于离开马来西亚日期啊，不是说从中国出发。这边还有一项小字啊，它让你注意，你的旅行必须在3天之内啊，说白了就是让你3天之内填写的规则。所以说呢，抵达日期的话，你如果说填个12月10号啊，今天是2号，那是不可以的，估计啊。好，再给大家说一个事项啊，今天我也是第一次知道的这个事项啊。比如说这个人嘛，他是在网上社交媒体展示的一个图片啊，上面的话没有他的隐私信息啊。这边呢显示了2023年的12月1号盖的章，这边写的这个是30天可以逗留期，下面有个 RT09-12，什么意思呢？就是2023年12月9号。RT 什么意思呢？就是 return ticket 啊，就是返程机票啊。为什么要这样写呢？有些人写，有些人没有写啊。后来我去查一下，就写的这个 RT 的基本上是他标注了回程机票。那这样的话，什么情况呢？如果说你没有在这个 RT 的时间返回或者离境马来西亚的话，按照正常规则，你是需要重新去移民局盖章，并说明情况啊，为什么改变行程啊，提交新的行程机票啊，也必须在这个30天之内的啊。比如说你改到12月20号回家啊，或圣诞节回家这个情况。那如果说你没有去敲章改了，那你离境的时候呢，他会基本上是让你提供合理解释，最好呢你有相关证明啊，否则的话我也不是很知道啊，可能反正就是否则的话，那你看着办了啊。我每一个入境官员他也是不一样的处罚规则啊，所以说呢，我给大家提个醒啊，